景九病了，这一病便病了很长时间，直到秋初的时候还有些咳嗽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一直在养病，没有怎么休息。我当然知道他是受伤，并不是生病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就算他没有受伤，只怕也不会休息。从春末到秋初，顾青每隔10余日会来一次封顶。每次来封顶的时候，他都会看着景九躺在竹椅上，然后煮酒倒茶。尚未传来一个消息，涿河北的朝南城外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大浪，撞毁了朝南城外的一片山崖，崖上村子里数百民众死伤惨重。青山宗自然不能不理此事，2望峰弟子当夜便御剑出发，前去除妖。柳10岁也在除妖的队伍里。事发紧急，2望峰弟子离开的很是匆忙，九峰间没有太多人知道。柳10岁没有来神墨峰，只是托顾青转告了一声。10岁特意嘱咐我，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。啊，就是他告诉你，他要离开这件事情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另外还有一事，喜剑阁里有位叫玉山的师妹，还有一个乐浪郡的，姓什么来着？他姓袁。哦，是的。那位袁姓少年想问，3年后的成剑大会，神墨峰招不招人？不招。招。为什么不招？吵。我是峰主。以前就听过你的传闻，但是没想到你居然真这么懒。修行不是凡夫练武，盘膝坐着、躺着，在瀑布下面或是海边站着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还确实是这个道理，但那只是冥想静思、吸纳天地元气的时候。难道他就不需要修行剑诀？有没有去洞府里逛过？可以吗？租客也是客人，看看无妨。这难道就是景阳十数祖的不传真剑？神墨峰的九死剑诀？这不是九死剑诀，这是天光峰的真剑，青山历代掌门修炼的承天剑诀。我就是因为偷学剑法，才变成现在这样。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好。这就不是偷了。谢谢。不用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不怎么喜欢我。你的心机有些深，但我对此无喜恶。那你为何愿意帮我？我不喜欢你哥哥。我也一样。刚刚入冬，青山就迎来了一场风雪。
依然是青荣峰的要求。青山大阵开启，雪花自天空纷纷落下。一夜时间，群峰变白了头。放眼望去，一片银装素裹，很是好看。经久的病也终于好了。猿啼、荆轲，神木峰最主要的两种声音少了一个，顿时安静了很多。这一日，顾青又带来一个消息10岁受伤了。据顾青所言，浊水畔的朝南城发生了一场除妖大战。那场大战从暮时一直持续到清晨。朝廷提前派出神卫军进行了清场。朝南城的民众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看到数十道剑光不时照亮夜空。在青山弟子围攻下，藏在浊水深处的那头大妖受了重伤，或者悄无声息地死去，或者已经迁走，应该不会再出来兴风作浪。两王峰的这次除妖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但谁也没有想到，最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意外。柳10岁受了重伤，直到被送回青山，依然昏迷不醒。你什么时候去看柳10岁？不去。为何？大道险且漫长，少有同行到最后。你已上路，更需专心。此去经年，忘却乃自然之事，莫刻意记起，那般无味。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知道顾青一定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，但我却隐约感觉到了什么。因为我知道，景九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，也从来不刻意追求太上忘情。你究竟在怀疑什么？只是小事。我打算出去走走。你要去哪里？朝南城？只是随便走走。你不是两王峰弟子，不能随意出山。斩妖除魔是个好理由。虽然这种事情我以前没有怎么做过。这种事情我做过很多。不要想太多，我只是有事情要办，刚好同行。你的剑道修行正在关键时刻，不能分心。昨夜我已经破境。不愧是天生道种。我本以为你需要2年的时间，没想到这么快。我没有看错，你果然很适合九死剑诀。你觉得我比你更适合？是，因为我不喜欢九死剑诀，但有人喜欢。稍后我们会离开，你是准备留在山里，还是去外面？为何忽然要离开？你们要走多久？下次成剑前会回来。那我就留在这里好了，专心修剑，也顺便看家。万一有事，和猴子说。啊？和猴子说？风里的猴子确实聪明，但如果真的有事，又能帮什么忙？还是说，那些猴子可以去找谁？不管是你还是腊月，都不喜欢被人摸头。只有10岁喜欢。也许他也不喜欢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反对我。
10岁是我这次认识的一个孩子。前些天去涿河除妖，出了些问题。仰望峰那些孩子，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做得很缜密、巧妙，前期铺垫的也够久，所以一定能成功。但他们太年轻了，不像你我都知道，几百年前发生过一件一模一样的事情。也许他们最后真的会成功，但他们不知道，那样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当年师兄不也成功了？但他何曾不想到，后来会变成那样。不过，10岁比师兄和我都要强，应该能熬过那一关吧。我准备出去走走。眼不见为净。阿达，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孩子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怎么懂人情世故，也没怎么关心过人。拜托了。尽快派人前去捉水。如果那头大妖还活着，就赶紧抓回来；如果死了，也要把尸体拖回来，弄清楚那天夜里浊水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世月峰的师弟们已经看过，柳10岁体内确实有很多火毒，但是明显有异样。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吃了一些什么东西。等他醒来，一问便知。真相未明，休要血口喷人！哼，好一句真相未明。那我倒要请问一句，既然真相未明，为何我徒弟简如云被关进了幽室啊？简如云护持不力，当然要受罚。斩妖除魔本就是凶险之事，难道还要当奶妈？石明轩，你莫要以为攀着某处便可以对我天光峰如此无礼！哟，不愧是青山第一峰，果然霸气十足。出了何事？为何我的剑心有些不宁？弟子林无知有要事禀报。什么？赵腊月和金九走了？他是神墨峰主，怎么能随意离开？师兄，正因为他是神墨峰主，所以他的离开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呀。确实，按照门规，他只需要告知方师兄一声，把剑牌做个登记，便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不过，就算他没有智慧，也没人能把他怎么办。稍后我去天光峰与掌门师兄报知此事。他们有没有说要去哪里，何时回来？什么都没说。不会这一走便是很久了。对修道之人来说，云游四海数十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可是，一般来说，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，往往已经修至有野境界，在大道上继续前行变得非常困难。赵腊月与景九还这么年轻，为何如此着急呢？